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摄影画面的反差来突出主题。从摄影的审美角度来看，画面的反差以适中为宜，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影像造成伤害，给照片的表现力带来影响。通过这张照片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强烈的光源只打在一个花朵上，而其他的花朵都是在弱光下用它们来衬托主体。所以我们说，所谓的适中反差是指照片适当的表现了静物主体部分的亮度差。这张黑白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高光的部分在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而画面最暗的部分在它的左下角。这张照片通过明暗的变化来突出主体，光线有强有暗，层次分明。正因为照片中的反差较好的体现了主体的亮度差，这种反差在大多数的场合都具有表现力。这张植物的照片我们能够看到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主体非常的突出，同时在暗部我们隐约也可以看到后面的植物。这样的反差可以给人一种均衡、流畅、清晰、自然的审美感受。一般人误认为反差高就是好的，没错，反差高确实使主体显得更加鲜明，调子也比较轻快，但是没有丰富的层次。这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小鹿在强光下，而左侧则在大面积的暗部之中。画面虽然很好的衬托出了主体，但暗部却缺失了很多细节。虽然突出了主体，但整体画面看起来还是有生硬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说，反差对于摄影的最大意义在于控制画面的明暗。反差小则使整个画面显得柔和平缓，反差大则会使画面视觉张力强。这张照片总体来讲反差并不是很大，我们能看到强光的部分并不多，树林中的树木非常的清晰，整体画面并没有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，给人感觉树林里非常的安静。阳光从侧面洒向树林，烘托出树林的气氛，使整体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平静柔和。这是拍摄者创作的一张人景交融的作品。拍摄者通过自然风景的宽阔景观与人物微小的反差，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风景画。风景因人物的渺小而显得场面更加宽广，而反过来说，人物则是在四周风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唯美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。这是一张北极熊的照片，画面中一只北极熊走在冰面上，拍摄者把北极熊安排在画面靠近中心的位置，而四周被大大小小的冰块所包围，营造出一种清冷孤寂的画面。其实这样的图像也是人们心中的自然环境。这幅作品是在沙漠上拍摄的，画面中是几位选手徒步穿越沙漠，挑战极限。作者把人物安排在画面的右下方，而前面则是茫茫的戈壁沙漠。我们可以看到大风卷起了风沙，使整个画面极富动感。整幅画面使我们能感觉到前方路途漫漫，徒步穿越异常的艰难，但主体的人物依然走向荒漠，留下一个个坚强的身影。这是一幅通过广角拍摄的北极光的照片，拍摄者把远方日落的余晖与前方的松树融入画面，同时再加上明与暗的色彩对比，更好地衬托出北极光的美丽与壮观。我们可以看到北极光占用了画面的大部分面积，而水平线只占了画面的1/5的位置，这样更能突出北极光的壮丽与壮观，同时使画面元素更为丰富，更具情调。
更能激发出观看者有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我们可以总结出，反差的效果映在画面中，反差大，影调硬，层次少，立体感强；而反差小呢，影调软，层次丰富，立体感强。我们利用反差进行创作，可以结合大小光笔表现出的效果进行运用，这样来突出主体，烘托主题。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利用摄影画面的反差来突出主题。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